大家好，我是大伟。手是身体的缩影，手也是我们状态的晴雨表。一个人手上如果说握拳起来握得有力量，那么他的整个力量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一个人他的手上握起来是软绵绵的，特别是你看几个点，比如说我们的手掌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是我们手握一拳这个地方叫做颌骨，这里凸出来一块肉。如果说没有很明显的或者一按就瘪瘪的，那么这个时候说明这个人的状态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想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可以把手上的动作就练一练。我在我们的这里呢，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爷，这个大爷每天都喜欢在手上去做来做去的，而且他这个手掌只要一伸出来，你就能看见他的手掌非常的充盈。这个大爷的手掌呢，其实和我差不多然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经常练我的手，所以我感觉我的手掌和他差不多，而他呢年龄肯定比我大得多。这个年龄有这么充盈的手掌，足以见得他的功力也是非凡的。你们看什么叫充盈？就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摁进去，你们可以看一下变化，然后手推动了起来，它会有波纹感，这个就叫做充盈。那么这个大爷呢，其实今年已经80多岁了，具体的年龄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的整个状态和身体素质非常棒。现在每天没事的时候还吊着单杠，经常去吊一吊练一练，整个人从上到下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他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手上锻炼的一些小技巧，今天我也来分享给大家。那么首先第一个叫做练五指盘弓就是你的5个手指一定要灵活，因为咱们见过太多的人年龄大了以后手就控制不住，对不对？拿筷子尖着一块肉都容易抖到地上，所以你的手上一定要有基本功。那么这个基本功怎么去锻炼的呢？其实非常简单你记住每个手指就这么去点点我们的这个手掌上面就这么去点，跟着去点，慢慢的去做，先从小拇指开始，小拇指，然后到你的这个无名指、中指、食指，就这么去做。做完以后，带动着我们的手指去这么去做你看，大拇指也会跟着有节奏的来回动，这是什么？这就是很好的通过我们的手掌灵活到我们的手指。那么如果我们练起来的时候，你更能发现我们的小臂也在发力。为什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么看一下，是不是像波浪一样？这个位置是不是像波浪一样我们每天做的后面做快了就是这么去点有节奏的这么去点，然后2个手都可以这么去做。以前很多朋友就是喜欢盘这个核桃，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用花1分钱，我们只需要每天这样去做，就可以把我们的手指包括我们的小臂都可以锻炼到，而且练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手掌上面热热乎乎的。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锻炼方法，手是身体的缩影嘛，所以光靠这一种还是不够的。再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锻炼方法，就是弹。我们手指一定要把它盘住，蓄住力，看这个状态弹出去，每天去弹。为什么？因为5个手指它是末梢，这个10个手指上面以前有一句话叫10宣就是这个地方对应着我们的10个手指。我们每天做的时候，就是把手你看像淋着水把它抖出去一样当然我们不是这么抖，我们是弹，看这么去弹，把它弹出去左右手都要做。弹的是什么？弹的是你的气把这些红色的水顺着这个力度一个惯性，你看手腕把它甩出去，就这么弹。弹多少下？每天去弹上一个50下、60下，慢慢的你会发酸，而且你会发现，当你的手有力了以后，你弹出去的时候，它会带动着你的身体，逐渐有一种震荡的感觉。就这么去弹，每天这么去做。做着做着你会发现你的手指就有力了。为什么咱们要弹呢？你看这么去做，它对的是哪里？对的是我们手往前，弹的时候手是往上这么2种它成一个对立。所以我们每天没事的时候就这么去弹，把手去弹一弹。2个动作如果你配合在一起去做，手这么一放，一股一股的暖流往上去涌，而且经常做一做，你会发现你的手掌上面也会有这种充盈的感觉。记住，手掌要充盈，充盈才好。好了，今天这么2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一定要记住，手是身体的缩影。你看似在练手，其实把我们相关的一些点点微微都打开了。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大家一套非常管用的养生手指操啊。咱们都知道手上有很多的穴位，同时每一根手指都对应着咱们的一个内脏。咱们先讲一下啊，这个呢大拇指脾，然后呢这个食指肝，中指心，无名指肺小拇指肾。那么我们在进行手指操的时候就是去为了刺激咱们的这个内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指操是调节我们内脏功能的，同时还有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咱们在做这个手指操的时候可以锻炼咱们的握力。我们会发现健康的人他这个握力就越来越强，这个是科学证实的。那如果说你是属于一个很病殃殃的状态，你手上都不会有什么劲，所以你的指力、你的握力，它和你的健康是挂钩的。咱们没事多握拳多刺激手上的穴位，既可以去调节咱们的身体内脏平衡，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程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做，做起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日常都可以做。咱们食指交扣，把它交扣起来注意看，交扣起来以后，大家注意看第一个细节，这个动作一共是5步一共是5步。交扣起来以后，咱们压紧。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咱们把这个手指给它压紧，压紧了以后它是相当于我们每个手指都往里挤压用劲那在这个时候，咱们的握力就开始用上了就是咱们的握力以及穴位的刺激同时这个时候很多人小拇指它不会往里用力一定要注意，小拇指也要往中间去夹。第一个动作好，第一个动作做完了怎么办呢？打开，看手指打开。打开以后，大拇指一压，看第二个动作注意看这个细节第二个动作，大家跟我一起做压的时候注意看我大拇指要往下用力，小拇指要往我的这个中指方向用力我们去压挤压压完以后怎么做呢？第三个动作，看往上移一点这时候大拇指不用用力了，因为用完了这个时候就变成这样这个姿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姿势。好，第4步再往上看，再往上移一点移一点，这时候就是你看3个手指交叉3个手指交叉，手指之间的用力，看手指之间用力3个手指交叉最后一步看就到头了，就已经到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已经到头了，那这个时候就结束了。做完这一套以后，5个动作做完是非常累的，这个手指会非常的酸，但是对于我们身体穴位以及我们手上用力的这个效果来看它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再完整的做一遍给大家看。首先握拳，好，这个时候注意第一个细节，拇指往下压，这个小拇指往上去挤压，保持住5到10秒钟。好，注意变化，手打开，大拇指压，第二招看一下，第二招也是往中间去挤压。好，第3下看往上移一点点往上移一点点。好，第4下挤压。好，最后第5下。好，就这样就结束了。我们每天就这样看，就这样去做就可以了做的可以快一点，也可以慢一点，但是每一下挤压的时候一定要用尽力气挤压的时候一定要用尽力气，千万不能就简单的这样做，那效果不大。我们做完以后要感觉手指有微微的发酸这个力气有这种消耗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做的程度就恰到好处了。每天你可以去挤压个5次，也可以挤压个10次都可以的日常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做一做，做完以后身体应该会非常的舒服。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大脑会轻松下来，这个是最直观的感觉。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我的感受不代表你的感受，你跟着我做一做就知道效果怎么样了。那今天的这个养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每天会分享一个养生的有用的有效的小视频，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常说手是健康门一个人的手能反馈出很多的健康的讯息。做一个最简单的测试，就是我把我的手正常的全部张开来，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这样做，然后你去观察每个手指之间的一个间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指之间间距。比如说我手指张开来，自然张开，我会发现，你看我这边2个手指的间距非常的小，而同样的我的右手这个间距就非常大，大家可以自己对比一下这是我的，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我的骨盆上面可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歪斜它就会反馈到咱们手掌上。同样，你的气血不足也会反馈在手掌上。打个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大鱼际正常是红润的摸起来富有弹性。那么如果有的人呢，他大鱼际摸起来就很干瘪，包括他的这个指腹摸起来很干瘪，可能就是一个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同样呢，你这个手指有没有力气你这个手指会不会出现颤抖它可能都在提示你是否身体进入了一个衰老的状态。那么手指上面有一个操非常的好。它可以不仅仅可以去增加咱们的一个手指当中的力气，还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个气血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补气，非常的好中老年朋友们每天做一做这个手指上面的简单操，对于我们的身体能带来很大的帮助。怎么去做呢？双手咱们把这个食指这个指腹对在一起大家跟我一样对在一起，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先进行一个像拜佛一样的一个姿势就像这样，手一定要注意这个手一定要抬起来抬起来以后呢，我们使劲的把手掌张开每个手掌都张到最大。那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和我刚才做的一个测试一样的？我这个手指测试不过来，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调节，对不对？把它张到最大，你会发现每个手掌都张到最大了。即便我原来这个左手的手指这个指缝也能够变成这样这个呢都是一个调节变成张到最大以后呢，我们开始把手指你看这个过程，它不是说是让你肩膀往两边抬注意是用你手指的力量往下去压看这个很重要，是手指往下去压，看好往下去压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你的手指之间在做对抗，而不是说你单纯的是把手臂去分开这个很重要。你的肩膀始终是放松的进行一个对抗。对抗的时候保持我们10秒钟或者5秒钟都行。你看你的状态，保持好了以后然后再回到原样大家看一下，然后最后再把手指并拢，又回到这个原样，这就是一个手指操。那么完整的来做就是看好首先这样对抗，我们手往内对挤，然后手打开到最大，保持一个2秒钟左右。好，开始对抗，好，对抗保持个5秒钟左右，再回到原样，再并拢再打开，再对抗，再回。你看你发现这个回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就把你的手掌当中的筋全部拉开了。对于你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手掌掌面的刺激，还有包括我们手指指端的刺激是非常好的。你们跟着我做一下，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了什么叫做被拉开和刺激的感觉。这个言语就描述不清的只可意会。你每天就把这个动作去练一个10遍到15遍。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比如说以后可能这个预防老年痴呆对于他们这个气血不足的人群对于这个身体当中这个状态不太好的手指没有力气的人都能带来非常好的帮助所以每天练一练对身体很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很多中老年人呢，他的这个手指会出现这种麻胀感。然后呢，这个手指上面的关节可能会包含了手腕会出现这种深度的这种酸痛感，就感觉骨子里面发酸发冷这样的异样的感觉。然后手指握起来他会发现没有力气握起来。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方法就是去改善这个症状，而且这样做的话，正常来说的话，2到3次就能见到明显的效果。如果你症状较轻，1次就能见到效果。那来跟我一起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法怎么去做。首先呢，我把一只手我把它举起来以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随便按一个点正常的话我们是在哪呢？在这个手肘整个手臂中间取穴也就是说沿着咱们这个心包经这个位置。那咱们呢这个方法呢，咱们不按中医的穴位来走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个反射点，最强烈的反射点按住了以后就可以了。来跟我做一下首先你看我这边你看我手指是放松了，我没有动大家看我的手反应我一按，看到没有？我的手指动起来了。好，但是呢，我大拇指还有我的
食指啊没有动。好，我再往上按一点，你看啊，看到没有？现在我食指开始动了啊。这个呢叫什么？这个就是肌腱的一个反射啊。那我们再按它，你看手握拳了，但是我没有让它握拳，它是一个反射。你看我再往上偏左一点，你看开始动了，大拇指也开始动了，连手腕也开始动了。好，我们就要找哪儿？找这个手腕开始动的这个点啊。我的这个点呢是偏内侧啊，这边啊，大家可以自己去从下往上，你看自己按一下，你看一下，找这个手腕啊和手指一起能动的这个点啊，反应最强的这个点。你看我这个点啊，这个点我是在这儿啊，在这儿。我找到这个点，你看啊，一按它就滑下来，一按它就滑下来，你看一按就下来了。好，这个点找到以后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点啊给它压住，压住了以后，然后我让我的手去伸开来。我手一伸开来，你会发现底下的肌肉啊就变硬了啊。我伸开来，然后伸开来以后，这个拇指这个5根手指啊就要往上使劲去撑，这个手啊压住，使劲的压住啊。然后来1，我们撑10下，2啊3、4、5、6啊7、8、9、10，好，放手。放完手以后，你去活动一下你的手腕，你会发现这个手腕立马就轻松了啊。这是什么原理呢？其实原理很简单啊，就是什么呢？我按住了这个地方，我一按它这个手啊就这样了，证明它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所有肌腱啊就肌肉汇总的一个位置，所以我按它的时候可以控制到我5个手指。那我手指在往上撑的时候，我这个手在卡住的时候呢，它就会让这个卡子啊，就让肌肉不能轻易挣开，但是我的肌肉呢要执意挣开，就把我们的肌肉给拉伸开了。那这么一牵一拉之间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末梢的一些血管啊、一些神经啊，就是分布啊，就开始慢慢的牵拉开来。那神经一旦释放了空间，血管释放了空间，咱们的手啊就灵活了。其实很多手上的问题啊，就是离不开血管，离不开神经啊。所以这个方法呢，它是很好的可以松动你整个小臂。你一般一天做一个2到3次，然后呢做一次休个2天啊，可以很好的去解决手上的问题啊。这个方法啊其实很好啊，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那么我建议大家，如果手上有问题，或者身边有人手上有问题啊，就把这个方法啊去做。那我说的呢可能有点多，但是我希望让大家耐心看，因为这个方法它每个细节啊，其实都是值得大家去慢慢去琢磨的。就好比我要如果按这儿啊，可能就没有什么反应。你看我按这儿就没有什么反应，那我这个穴位取的对吗？那就不对了。所以说我们尽量啊去找一个就是这个反射区。你看我这个手也是，你看我一按，我没有动啊，我一按它就弯下来了啊。我们找一个更强烈的点，按住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做就可以了。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那么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呢，可以帮助到大家啊。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下手上的养生操啊。咱们以前都讲过啊，手是非常神奇的，上面有很多的经络，还有很多的反射区。同时呢，判断一个人他的精力强不强啊，他有没有力气，通过这个握拳也能感觉出来。一个人握拳握得越有力啊，证明他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力气的。如果一个人啊，他没有力气，身体比较虚弱，他这个握拳的力量啊就会明显的减少啊。所以有时候握拳呢，就能判断出自己身体的一个身体状态啊，特别是对于爱锻炼的人，这个方法是特别的好。那同样的啊，我们练习手指的力度，还有练习手指的一个张合力，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啊，甚至帮助我们预防这个脑供血不足以及老年痴呆。那我们讲一下今天分享的这个手上的养生操怎么去做，非常的简单啊，大家把它作为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习惯，没事练一练就好了啊。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把这个手指张开，手指张开以后啊，我们把另一只手啊，就是去压在咱们这个手指的指甲盖上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把这个手啊，你看压在指腹，就压在这个指甲盖上。然后呢，怎么去做呢？这个手啊，我们把它往下压，看压下去，然后这个手主要负责张开啊，练习一个张开的力量。因为我们握拳，你看日常当中我们做任何事啊，都是去以握为主，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张合力啊，从来没有练过。所以你在练张合力的时候，你看这更像什么？像不像我们一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对吧？所以说你练习这个动作啊，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对于我们的力气啊，对于我们的心肺啊，都非常的好
啊。中老年人没事就把它当成一个小习惯，没事就锻炼着玩啊，非常的好，非常有意思啊。压在我们的手上，好，压好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开始看这个手呢，就负责一点点的力就行了啊，一点点的力下压，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然后另一只手呢，负责张开啊，打开到最大，大家注意看啊，打开啊，手指要完全打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张合的动作啊，张合啊，打开，好，看1啊2、3，你们做10下，你会感觉哎，这个小臂啊非常的酸爽啊，5、6、7、8、9、10，其实这只手啊都不用什么力，稍微给着一点力就行了。这个手主要负责张开啊，这个张开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练完以后啊，小臂就会比较酸，这一块就非常酸。那么左手练完了以后，我们右手也一样啊，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指腹压在我们的每一个指甲盖上面，压好了，好，开始1、2、3、4，尽可能的张开到最大啊，尽可能的张开到最大啊，像九阴白骨爪一样是吧？5、6、7、8、9、10啊，张开到最大的时候，注意一个细节，再把这个动作保持那么定，那么0.05秒左右啊，就这样去做啊，做10下啊，做完以后手臂酸胀了以后，甩一甩手，活动一下，然后再开始练。每天没事的时候啊，你就练个3到4组啊，对于我们的整个健康非常的好，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动作啊，非常有趣的小动作。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通过手上的这个养生的小动作啊，去帮助我们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好，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为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个关注，谢谢大家。